大家好，我是扶摇，欢迎回去探索未解之谜。大家知道吗？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种这么神秘的力量，它看不着、摸不到，但是呢，它和世间万物都有缘。不但在人类文明历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甚至还有着操控历史的能力呢。那么它会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听一个故事。很多年前，皇帝为了一统中原，殚精竭虑，求才若渴。有一次呢，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有一阵大风吹散了天地间的尘垢，瞬间这个世界就变得清明了。皇帝醒来之后，对这个梦念念不忘，琢磨来琢磨去，就想弄清楚这梦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一天，他终于想明白了，他是这么思考的。这风象征执政者，而构这个字去掉土之后呢，是一个厚字，合在一起就是丰厚。皇帝呢非常相信这是一个梦兆，就派人四处寻找有没有这么一位叫做丰厚的贤德之人。结果怎么着？大家还真的是在海边找到了这么一个人，就是丰厚。二话不说，皇帝是立刻拜他为相。果然呢，这个丰厚不同凡响，他不是一般的出色是非常出色。在对抗蚩尤的逐鹿之战中，丰厚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先是布下八阵图对抗蚩尤，但是人家蚩尤也不是泛泛之辈就立马放出大雾，让皇帝的军队迷失方向。但是这招呢，难不倒丰厚。因为丰厚精通天象，他一抬头看见了北斗七星，就想起这北斗的斗勺会随着季节的变化改变方向。丰厚呢从中获得了一些灵感，于是他就造出了可以辨别方位的指南车。这样一来，军队就不怕大雾了。最后大家知道，皇帝是大破蚩尤的军队，统一了中原，中华民族辉煌的历史也从此拉开了帷幕。在那以后，丰厚就常伴皇帝左右，跟皇帝呢是一师一臣的关系，位列三公之首，为皇帝贡献了不少治国良策呢。好，故事讲完了，那么大家猜一猜，这个皇帝梦见大风的故事是一个神话传说，还是说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呢？这个是《史记》当中记录的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而更为神奇的是，根据《史记》和其他史书的说法，这位风中奇男子还转生过老子，还有春秋时期帮助越王勾践成就霸业的越国大夫范蠡，给张良传授兵法的黄石公，还有汉武帝身边被称为岁星下凡的东方朔。这是不是跟我们想象中的历史非常不一样呢？其实中国5000年的历史当中，神奇的事情还有很多呢，只是我们的教科书很多都没有提到罢了。那么再来给大家讲一个另外的神奇的历史故事。在很多年之后中华大地上又上演了一出势均力敌的争霸之战。这次故事的主角变成了楚霸王项羽和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05年4月，项羽外出镇压叛军，于是这西楚国的都城彭城就空了嘛。刘邦呢知道了这个消息，他感觉有机可乘，赶紧他召集了一个56万人的多国联军，就攻占了彭城。那当然，项羽这边知道之后就立刻回兵项羽呢手头这边是率领了3万精兵南下夺城。不愧是楚霸王，这区3万人居然大破汉军。2次战役下来，刘邦身边只剩下几十个人了。于是大家呢就一起逃出了彭城，夺路狂奔。可是呢，这项羽的骑兵也没放手，他们就从后面快马加鞭追上来了，眼看就跑不掉了。可是谁想到，就这平地上刮起了一阵大风。史记中说，这场大风从西北而起，折木伐屋，扬沙石，扰民化会，逢迎楚军。刮的是飞沙走石，白天一下变黑夜了。
更夸张的是，这场大风好像还有眼睛，是正对着楚军的脸上刮过来的。所以当时啊，楚军就被刮得都睁不开眼睛了，大家就一下落了阵脚嘛。刘邦呢，就是趁这个机会趁乱逃走了，他这是躲过了一劫。如果说没有这场大风，刘邦被项羽生擒，那这历史或许就从此改写了。多年之后，不知道是不是想起了这一场救命之风啊？刘邦呢就在宴会上趁着酒兴唱起了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都说灭秦者楚，得了天下的却是汉。历史的安排啊，往往就是这样出人意料。有的时候呢，历史的转折点不过就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再比如说，当年赤壁之战中的那一场东南风。要说起赤壁之战呢，大家最耳熟能详的莫过于《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故事了。不过呢，这个故事在正史当中其实并没有记载。那么史书当中的赤壁之战又是怎么一个故事呢？话说啊，公元208年，长江以北几乎都被这曹操给统一了。曹丞相踌躇满志啊，率80万大军挥师南下，以图一统中原。那个时候呢，刘备和孙权虽然已经结盟了，但是刘备是兵微将寡啊，孙权手中也只有不到5万兵马，在曹操眼里呢，不过就是小菜一碟吧。所以呢，曹操啊，刚在长江边上安顿下来，就给孙权写了一封劝降信，说：“小兄弟，你打不过我的，不如你学学人家荆州刘琮投降吧，我不会亏待你的。”孙权啊，在朝堂上就把这信给大家一看，大臣们都是一片倒啊，说：“将军，那我们就降了吧。”孙权呢，也是想来想去，也觉得自己是毫无胜算。但是呢，这个时候只有周瑜说：“虽然曹操那边人多，但是他们都是北方人，一上船就吐，根本就没有作战能力。而我们的水军呢，都是我在长江边上练出来的，他们经验丰富，打败曹军绝对没有问题。”那曹操也是雄才大略嘛，他自然也是看到了这个隐患，于是早就下令用铁链子把船给锁在一起了，首尾相连，这样呢，船就不会总是晃来晃去的，士兵们就不会晕船了。然而曹操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对岸的黄盖呢，当时就看到了敌船首尾相连，于是他果断献计，建议火烧曹营。按当时两军的方位，想要用火攻，就必须得有东南风才行，不然烧的是孙权自己这一边。但是大家知道啊，当时呢是在冬天12月份，隆冬时节，那正是西北风盛行的时候，这东南风从何而来呢？但是就有那么一天，真的刮起了东南风，而且是非常猛烈的那一种。这黄盖呢，就和他的诈降小分队，就乘着10几艘小船飞速渡江。这个时候呢，曹操这边的士兵们啊，就都出来了，站在甲板上看热闹，以为这是投降来了嘛。可是没想到的是，等这小船靠近了，忽然他们就开始着火了，而火乘风势就扑向了曹营。当时啊，看热闹的士兵全都傻掉了，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因为那些被绑在一起的舰队，很快就烧成了一片火海。史书上啊，当时是记载说，火烈风猛，船网如箭，烧尽北船，沿及岸上营落。所以说可以看出来，当时那个大火真的是太惨重了。曹操这边损失非常大，而从此他就裹足了，不再大举南下了。刘备和孙权呢，借机壮大规模，最后就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所以说，如果没有这场忽如其来的东南风，就没有以后流传千年的三国故事了。但这东风啊，到底是诸葛亮借来的呢，还是来自于上天之手，至今成谜。都说历史是重复的，若干年之后，在鄱阳湖这个地方，又一场历史上著名的水上战役就打响了。对战双方是明太祖朱元璋和他的老对手陈友谅，双方呢在这里是决一死战呢。
说起来呢，这也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役。陈友谅这边是60万大军，有着绵延几十里的庞大船队，而且队伍中都是10几丈高的那种大船。而朱元璋手中呢，只有10几万，船只也都很小，都勉强撑了3天了，就快坚持不住了。这个时候，他手下一名大将郭兴建议了，说咱们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靠火攻了。但是火攻这事儿呢，没风不行，而且风向不对也不行，这就得看老天爷了。可是老天爷能帮咱们这个忙吗？不管怎么样啊，司马先当活马医吧，先把这小船准备好再说吧，没别的路子可以走了。没想到等船准备好了，风居然真的来了。朱元璋的水上小火箭飞速窜向了湖的对岸，陈友谅的船队是阵脚大乱啊。当时呢，大家就是仓皇的逃窜，乱军之中有一支响箭飞过来，一下就射穿了陈友谅的眼睛，陈友谅当场毙命。剩下的军队群龙无首，很快就各自逃散了。就这样，朱元璋是扫清了这条帝王之路上的最大一个障碍。不久之后，他一统天下，开启了大明300年的国祚。中国历史上呢，像这样的一场大风，看似一件很偶然的小事情，改变历史的这种事儿啊，还有很多呢。大家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张天亮博士的一档历史节目，叫《笑谈风云》。好了，我们说了这么多，大家猜到我们在开头卖的官司了吗？就是那个您又看不见又摸不着的神秘的力量，到底是什么呢？对，就是风。那么风到底是什么呢？真的只是像科学家所说的，只是一种空气的对流而已吗？印度人表示不同意了，他们说，风啊，那是生命存在的必要条件，是地、水、火、风4大元素之一。印度传统的信仰认为，这4大元素构成了世界中的万事万物，而佛教也传承了4大元素的说法，认为山岳土地属于地大，海洋河流属于水大，阳光是炎热的属于火大，空气的流通属于风大。对应到人体，毛发、骨肉属于地大，血液属于水大，体温属于火大，呼吸属于风大。我们经常听到有4大皆空的说法嘛，很多人以为是什么酒色财气，其实呢，按照佛教的说法，这4大指的就是地水火风4大元素。既然说世间万物都是这4大元素组成的，那么4大皆空就是指脱离这个物质世界了。所以说出家人才要讲究4大皆空嘛，因为他出家修行的目的就是脱离尘世，去天界佛的世界。巧的是，远在万里之遥的古希腊人也讲究4元素，而且一模一样，也是地水火风。这4元素之说呢，虽然是从古希腊苏格拉底时代才被人们广泛认识的，但是这种说法在古希腊传统的民间信仰当中其实早就存在了，只是呢很多年来大家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呢，无论是在欧洲文化还是在印度文化当中，要知道这风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就很有意思了。大家想一想，跟印度只有一山之隔，而且早就互通有无的中国，我们讲究的是什么呢？五行是吧？我们的老祖宗认为金木水火土这5行构成了世间的万事万物，这其中没风什么事儿？当然了，也有人说咱们不是讲什么阴阳吗？那这阴阳两气中的气是不是就是风呢？不管怎么样，我们跟这个世界的认知啊，跟古印度人还是相差甚远的。可是他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为什么会和万里之远的希腊人保持高度的一致呢？人种学家说了，这个呀，大家就有所不知了。因为在上古时代啊，在印度这个地方生活的人，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印度人是不太一样的。透过考古基因还原，他们有着金色的头发、浅色的皮肤、浅色的眼睛，完全是白人的形象。人种学家呢，称他们为原始印欧人。很久以来呢，印度都是一个以白为美的国度，白皮肤的婆罗门在社会上就格外受尊敬。
佛教寺庙中的天神呢，也都被塑成是白皮肤的形象。或许呢，这些就是来自于白人祖先的印记吧。主流学说认为，这些白皮肤的原始印欧人是发源于横跨欧亚大陆的东欧里海草原，也叫东欧大草原。最早可能是在公元前7500年到55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出现了。后来呢，他们就从这个地区向东向西迁移，就形成了不同分支的原始社区。这其中呢，也包括古代印度人。而支持这种说法的，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就是语言。早在17世纪，荷兰学者范伯克斯霍恩就注意到了各种欧洲语言梵语还有伊朗人说的波斯语之间有广泛的相似性。1个多世纪之后，语言学家威廉琼斯爵士就专程去印度学梵文去了。他发现梵语、拉丁语还有希腊语之间有系统性的对应关系。1786年，他在新成立的孟加拉亚洲协会上就做演讲，指出这3种语言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并得出结论说，它们都是来自同一源头。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嘛，既然语言相通，那文化相似自然也就不稀奇了。所以说，印度人和希腊人对于这个世界有着共同的认知，也不是没有可能。而关于这个风的故事，似乎也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很大，有很多我们未知之谜，值得我们去探索。这个世界呢，其实也很小，或许一阵大风就把大家吹到了天涯海角。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未解之谜，我是扶摇，我们下次见。Hello， 大家好，大家有发现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吗？就是我戴的这一套首饰，很高兴呢可以和神韵艺术品合作。这个是他们的包装，上面有神韵，然后底下有 I love 神韵。然后呢，这个是他们的包装盒，先介绍一下，是非常精美的这种包装。好，我来介绍一下这个首饰。这个首饰呢是梅花，然后它叫梅花珍珠母贝系列。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边。它这个梅花呢，上面是有一个就是珐琅做成的这种梅花的这种图案，就像一幅画一样，非常的精美。然后它的这些白色的这些不规则的小区块，它是珍珠贝壳，然后也都是真材实料。中间呢，在这一块，在这个钩这里，还有这个梅花中心都有一颗这种锆石，所以非常的闪亮。那戴上去呢，前面就像是一幅画，然后后面呢，远远看过去就是一个金色的块，然后上面是有这种中文的，就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这种图腾，然后还有一个神韵的 logo 在这里，很精美。所以说从后面看过去也是一套非常设计精美的一套首饰。那和这个项链呢是一套配套的，项链的长度是可以调整的，它是有3个，就是说这种调整的长度。我现在戴的是最短的这种感觉，所以它就是比较日常的这种，配任何衣服都可以。那如果说穿毛衣可以当毛衣链，可以拉得长一点。我今天是为了配这个裙子的长度，给它调到最短，所以它日常生活呢，穿裙子穿直装然后或者说参加晚会，然后看一些演出，穿礼服也都是可以的，都是非常的百搭。因为它是白色加上这种金色的设计嘛，所以说和很多的颜色搭起来都会非常的亮眼，有这种就是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设计它的这个形状是有点那种长长的团扇的感觉，所以说就是圆润中呢又有一些纤细，所以就会让人看起来比较显瘦，然后这种女性的柔美和细节在里边，所以是非常的有这种用心在设计的。那说到梅花它的设计，大家知道从王安石凌寒独自开，它一直都是被人称颂的嘛，因为梅花的品性它不在乎这种环境的艰难，然后可以一直去绽放，还可以去发散自己的香气，那些困难对他来说好像都不是问题。我自己理解梅花是有一种就是说发自内心的高贵，它的那种高贵呢，又不是说孤芳自赏，而是说在这种已经有的这种高贵之外，还会再散发香气，再把自己的美好传递给别人，所以就是有一种
更深层次的无私奉献的那种感觉，所以梅花也是让人喜欢的一大原因吧。那大家知道这种就是说无私奉献的这种品性一直都是就是说人所追求的嘛。如果说您觉得您有过这样的经历，自己有过这种成长，然后像梅花一样的这种性格在里边的话，我觉得这套首饰真的很值得拥有。如果说您没有，但是想变成像梅花一样，可以有这种很坚毅的性格，然后又可以有自己很美好的，然后这种品性在里边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值得拥有。因为你戴上它之后，你就觉得要像梅花一样。而且大家知道梅花就是邓丽君唱的梅花梅花满天下，然后它越冷越开放，就是它的这种品性其实戴起来也会让人觉得很有那种代入感。就是哪怕我以前可能并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觉得我戴上它会让我知道其实我要有一个梅花一样的这种品性在里边，我要有一种很坚强的这种理念吧，一种做事的这种就是说坚毅在里头。其实很多的时候买东西，就像我之前在节目里也提过，就是买东西很多时候你觉得这个东西是你，或者说你觉得它符合你，或者说它的某些理念触动到了你，它就是你买它的一个理由。你什么时候戴起来，你都会觉得这个东西对它来说是最适合的，然后戴起来是最好看的。不是因为这个东西和你的那种只是视觉上的那种简单的美，而是说它代表的那个意涵和你在一起是比较相似的，会比较就是能够有呼应的。如果说自己有过这样的故事，然后自己觉得自己的性格有符合，或者说和梅花比较相似的，都值得拥有。因为这个是一件就是属于你的东西，就是因为你就是梅花，所以你戴梅花也是最适合不过了。然后如果说那送朋友送礼的话，比如现在不是感恩季吗？然后圣诞季吗？又开始就是有很多购物的这种时候了。那其实我觉得送这一套也是比较非常的上档次，而且它也是有很多的意义在里边的。你不是送一个普通的玫瑰就完了，你是送梅花啊！梅花这可是一个人一生都在追求的一种理念，所以你带一套这样的东西，它不光是一个非常看上去很漂亮的一件小的这种首饰，而是有这种梅花的内涵在里边，是你希望对方可以像梅花一样的这种期盼和这种对对方的这种期待，还有发自内心的那种真挚的那种祝福吧。所以我觉得现在感恩季嘛，感恩节呀、圣诞节呀，然后新年呐，都是大家购买礼物的时候。那大家可以考虑这一套首饰，它是神韵艺术品最新的一套设计，那是和薇姐之谜有合作。大家如果用我的折扣码扶摇10，也就是说买的话可以有10%的这种10%的这种打折，点击我们屏幕下方的链接去购买，然后输入我们的折扣码，那这个优惠大家都可以享用。所以说大家看这套设计它不是走那种流行风，就是说火一段就没了。这套设计整体是比较优雅大方的，所以说任何时候拿出来戴，然后你配合一些比较就是说比较好看比较美的这种衣服吧，它都是一份非常好的一个衬托和这种搭配，然后也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它会有这种过时的感觉。这种设计一般都不会过时，因为它是有自己的设计理念在里边，它不是在追流行的那种这种风啊那种风啊，它是自己的一套设计。所以说它的这套设计就是梅花系列，很值得珍藏一生啊都可以。那它的这个整体的设计呢是纯银，然后镀18K 金，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有这种变色的这种情况。如果说时间长了，您经常会涂一些润肤露啊，然后它会有稍微的氧化的话，其实拿这个他赠的这个布袋啊，这样擦一擦，它就会下去了，就还是会还原它原本的这种闪亮，所以是不用担心品质问题。那这就是和大家介绍的一套梅花系列，希望大家都可以成为那一只傲骨香梅。